大家好，我是曼大。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我觉得真的可以彻底改变你看待金钱的方式的一个话题，就是你到底是个劳工还是一个资本家？这听起来好像很遥远，但其实这个思维上的转变，就是能不能真正致富的关键。我们今天就来把它拆解清楚。好，那一开始我想请你先问问自己一个有点尖锐但非常重要的问题：你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你到底是在累积可以让你越来越有钱的资产，还是在累积把你压得喘不过气的负债？你想想看。好，第一部分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劳工陷阱，为什么高薪不等于财富？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说实话都掉在这个陷阱里，但自己可能完全没发现。它就像一个看起来很漂亮的笼子，让你以为你过得很好，但其实你被困住了。这个就是所谓的高收入跑步机。你有没有发现，你拼命工作，升官加薪，跑得越来越快，但你好像永远到不了终点呢？为什么？因为你赚的越多，花的也越多嘛。你的生活水平、你的开销，甚至是你的债务，通通都跟着你的薪水一起涨。买了梦想中的房子，换了好车，听起来很棒，对不对？但结果嘞，你被超重的贷款给绑死了，你根本不敢离职，因为你只要一没了薪水，所有的一切啪就垮了。而且这句话说的真的很白，但也很真实。你想想看，金融业和政府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安分守己，努力工作，乖乖缴税。当你身上背着房贷、车贷的时候，你就是最稳定的劳动力。你不敢乱动，你得拼命工作来付账单。说穿了，你就是撑起整个系统运作的重要齿轮。所以就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叫做精致穷。你身边一定有这种人，收入超高，可能是医乡律师，或是在科技业上班的，开名车，住豪宅，哇，看起来超风光的。但你知道吗？他们的户头里可能根本没多少钱，他们是穷到只剩下这些很贵的东西。只要工作一出状况，收入一停，他们马上就完蛋，因为他们的钱全都变成了消费品，而不是能帮他们赚钱的资产。好，那讲了这么多劳工的困境难道就没救了吗？当然有。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资本家的觉醒。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重点真的不是你赚多少钱，而是你的钱能为你赚回多少钱，这才是游戏规则的核心。你看这张图，左右两边的对比一目了然。劳工思维就是拿我自己的时间去换钱，但时间是有限的你一天就24小时，总有用完的一天。但资本家思维呢，他们是用钱去滚钱，钱这个东西透过投资和复利，理论上是可以无限增长的。一个是为钱工作，一个是让钱为你工作，你说哪个才是通往真正自由的道路？答案很明显了吧？我这边有一个超级大的迷思一定要厘清。很多人以为我自己创业当老板，不就是资本家了吗？错了，大错特错。如果你开的公司需要你每天亲自到场，事必躬亲，它才能活下去，那抱歉，你不是资本家，你只是个自雇者。简单说，你只是买了一份工作给自己做，而且风险全部自己扛。真正的资本家是，他就算跑去环游世界1年，他建立的那个系统还是会自动帮他赚钱，这才是差别。这句话听起来，哇，是不是有点太超过了？资本主义是奴隶最多的时代。但你冷静下来想一想，他其实是在说，在这个游戏规则里，绝大多数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时间和劳力帮助极少数的资本家变得更有钱。所以啦，我们的目标就很清楚了，对吧？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从多数人这边移动到那少数人的行列里去。好，那我们知道了目标，那到底要怎么做？接下来这一部分就是关键中的关键，财富的纪律。我要跟你说，投资致富这件事真的不是靠运气，不是去猜明天哪只股票会涨，它100%靠的是纪律。这句话可能有点刺耳，但你一定要记在心里。在市场里，你的感觉就是垃圾。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人的本能看到市场大跌就吓得要死想卖掉，看到市场大涨就贪心想追高。这些情绪在投资里通通都是你最大的敌人。
真正的纪律就是把这些感觉全部丢到垃圾桶里。所以你知道投资最难的是什么吗？不是选股，也不是看线图，最难的其实是什么都不做。对，你没听错，就是买进，然后放着不要动。这听起来超简单，对不对？但这完全违反人性。我们总觉得要做点什么，才像有在掌控，才觉得自己很聪明。但往往你动得越多，错得越多，市场惩罚你的机会就越大。来，这就是纪律的终极考验。你问问自己，如果今天市场崩盘，你的资产瞬间蒸发了85%，而且可能长达10年都回不来，你撑得住吗？你能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不卖出吗？如果你的答案是不行或不确定，那真的你的风险就太高了，你根本还没准备好。好，最后我们来谈一个很强大但也非常危险的工具，它就像一把双面刃，用得好可以让你加速致富，用不好会让你直接破产，这就是杠杆。我们来听听股神巴菲特的黄金搭档查理·蒙格是怎么看的。要先搞清楚哦，蒙格不是说所有的借钱都不好，他警告的是那种毁灭性的杠杆。什么是毁灭性杠杆？很简单，就是那种一旦发生最坏的状况，会让你一无所有，甚至宣告破产的借贷。这种债务碰都不能碰。蒙格很喜欢讲一个故事，有个地产开发商，他找到一个他觉得稳赚不赔的案子，于是他就押上全部身家，开了超大的杠杆。结果呢，市场风向突然变了，利率飙升，买家全跑了，他瞬间破产。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就算你有99%的胜算，但只要那1%的黑天鹅事件发生，你就完了。毁灭性杠杆就是这样，它不给你任何犯错的空间，一把定生死。所以这里有一个最简单的测试方法，在你借钱投资之前，先问自己这句话：如果明天市场就崩盘，而且10年都没回来，这笔贷款会不会毁掉我的人生？如果答案是会，甚至是有可能，那这就是毁灭性杠杆，千万不要碰。好，所以我们今天从劳工的陷阱一路聊到资本家的觉醒，再谈到投资的纪律跟杠杆的智慧。这一切其实最终都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选择。我们的最后 takeaways 就是，你想打造的到底是一个更漂亮、更舒服的笼子，还是一条通往真正自由的路？你记得前面提到的那个科技业员工吗？他把他的名车卖掉，把钱拿去投资，就是这个决定，可能就为他换来了下半辈子的自由。这就是我想说的，真正的财富，真的不是看你开什么车、戴什么表，而是看你有多少不为钱工作的时间，你有多少选择的自由。所以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好好想一想，你现在每天的努力，到底是在打造一个真正自由的人生，还是在为自己盖一个更舒服，但终究还是会困住你的笼子？这个问题的答案真的会决定你的未来。如果喜欢我们分享的投资理财知识，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分享的宝贵知识与内容了。未完待续，我们下期见。